欢迎收看本次的教学影片。今天的影片主题为直角坐标手臂的应用教学。影片内我将带您一步步完成从场景搭建到功能设定的完整流程。本次影片的主题聚焦于机械手臂与输送系统的整合，适合刚入门的使用者，也有不少进阶使用者会感兴趣的细节设定。首先，我们会导入支架并修改地板结构，这不仅能确保元件摆放的稳定性，也有助于后续模组的精准定位。接着介绍并新增机械手臂，说明其型号与界面设定方式。当进入双轴修改时，我们会点选小齿轮进入详细设定界面，这个部分常被忽略，但其实对后续运作影响极大。随后，我们也将带您修改 XYZ 轴的位置，新增几何图形与新增手臂支架。在新增直角坐标手臂前，我们需要为它新增支架供其安装。这一步骤主要是为了模拟现实场域的应用情境，可以在厂房建制前先一步发现手臂架设位置是否与其他设备或工件冲突。这边我们采用 U 字形结构的铝脊当做直角坐标手臂的底座。我们可以从画面左上角的 Object 页签中找到最左侧的 Add Object 功能。该功能能让用户自由地导入 STL 图档。点击后选择档案后，就可以在画面正中央看到导入的物件。调整地板尺寸，可以看到导入后的图档。对于目前4x4的地板来说太小了，我们可以透过工具列的网格按钮来开启调整地板尺寸的功能。依照支架的大小，可以判断地板可以调整至8x8。如此一来，建制场域的前置动作就完成了。在调整完地板后，可以看到刚新增的手臂支架因模型坐标点的偏移，导致穿透出地板下了。此时我们可以透过对手臂支架按下右键来选择 Move 功能。该功能可以调整物件的 XYZ 坐标与 RX、RY、RZ 轴向的旋转。借由按下 Shift 可以呼叫出快速拖拉功能，方便使用者将物件快速定位。最后按下储存即可。新增手臂。当场地与支架都架设好后，我们就可以将手臂安装至支架上方了。首先点击 Robot 页签，选 N， 选择 Add Robot。在弹出的视窗右上角可以选择我们的直角坐标手臂。视窗内有多种手臂可以选择，主要差异为滑轨与马达的安装方式，详情可以参考上银科技官网的软体操作手册。本次教学我们以 T 律手臂作为示范，当按下新增后，会弹出直角坐标手臂型号设定界面。该界面主要调整直角坐标手臂的运动方向与每个滑轨的运动行程，还有当前型号的详细参数。本次教学使用到的型号为 X8660， 组装方向为模式1， Y 轴与 Z 轴分别为300和100。新增完直角坐标手臂后，我们可以透过对手臂点击右键，开启直角坐标手臂的 Modify 选单。该选单除了可以调整手臂的 XYZ 坐标和 RX、RY、RZ 轴的旋转偏移外，点击小齿轮可以开启直角坐标手臂的双轴。详细设定界面，手臂 Modify 设定。该界面可以将所有滑轨单独个别设定其运动方向、零点位置、防护盖、马达规格、马达安装方式以及安装方式等等。另外，也有设定线槽的运动方向与长度，让使用者的模拟情境可以更贴近现实。
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分别需要调整 Y 轴与 Z 轴滑台行程至740与25厘。并且将 Z 轴的螺杆导程修改为10。最后将 Y 轴的线槽尺寸调整为240或0355即可。其余参数皆保持原始值。调整手臂位置。调整完手臂的 Modify 详细参数后，我们就可以将手臂安装至手臂支架上了。在关闭 Modify 界面的齿轮选单后，原始的 Modify 界面会显示回来，该界面就可以调整手臂的坐标。我们可以先调整手臂 XYZ 轴的绝对位置，再依照需求调整 RX、RY、RZ 轴的旋转。新增 Workpiece 工件。手臂安装完毕后，我们需要加入可以加持的工件。这边我们使用了加入几何图形的功能来模拟使用者的应用情境。我们仅需要点击 Object 页签中的 Add Geometry and Item 功能，就能看到右侧弹出了新的界面。该界面中，我们可以透过按下红色的加号来新增工件，反之点击减号则是删除。下方可以选择与新增工件的形状，目前有3种可供选择，分别是立方体、圆球、圆柱。最下方则是长宽高或半径的调整。调整完毕后，按下储存即可。我们重复以下动作2次。首先，先新增一个半径30、高度100的大圆柱体，当做本次的工件的基座，由主输送带运送。再来新增另一个半径30、高度20的小圆柱体，当做组装于基座上方的零件，由副输送带运输。新增完毕后，我们一样右键使用 Move 功能，将2个标准物件移动至地图外侧，避免影响到工作区域。新增输送带。输送带是整个情境中重要的一环，基本上工件的生成与移动都是由此功能负责。在特定情况下，输送带也能利用 tracking 做物件侦测的功能，是在工业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如果要新增输送带，我们需要先点击上方的 Palletize 页签中的 Conveyor 按钮。
按下后右侧就会立即开启新增输送带界面。这边一样按下加号与减号来新增或删除输送带。当我们按下加号以后，会立即新增一个输送带，并且弹出输送带的基本设定视窗。该视窗用于调整输送带的名字、颜色、表面种类、长宽高、摆放位置与旋转角度。推荐在操作的时候，将弹出视窗与新增输送带界面摆在一起，可以更方便观察 3D 模拟的摆放位置与调整输送带其余的参数设定。这边我们先设定主输送带用于运送大圆柱体长宽高的部分，依照手臂支架，我们抓个1500乘150乘500，这完全是依照使用情境或现实场域做决定的。设定好后，调整摆放的位置即可关闭基本设定视窗。接着回到输送带界面，这边会有3个重要的参数需要做调整，分别为工作速度、每分钟产出工件数、工件运送范围。这3个参数决定了工件的生产效率与位移。这边我们分别调整200、100与1500来做设定。请注意，最后的1500是基于前面设定的输送带长度来决定的。若是运送范围大于或小于输送带长度，则会工件会在异常位置移动。这现象只会在模拟中发生。接着，我们需要将该输送带绑定手臂的 DI 和 DO 讯号，在讯号触发后就会自动执行对应的动作。都设定完毕后，按下储存即可。我们重复此动作来新增副输送带。
设定 sensor， 最后就是流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设立感测器。Sensor 功能就是用于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感测器，无论是光这段式感测器，凡是金属接触感测器，亦或者是霍尔感测器，其功能都与 sensor 功能相同，都是于目标处放之后对 object 物件做侦测并触发的动作，借由该触发讯号控制程式或手臂的逻辑判断。要添加 sensor 功能，我们需要先进入上方的 object 页签，接着于该页签的 day 最右侧可以找到 add sensor 的按钮，我们一样按下加号后，就会立即于模拟环境中新增一个预设的感测器。该感测器预设大小为100，而且预设大小为100乘100乘100的正方体，并且位于大地坐标的原点。感测器采接触触发的形式，任何 object 物件只要接触该范围，感测器边缘的虚线就会由绿色转为红色，并且触发设定的 I/O 讯号。请注意这边的处理，发讯号只在状态切换时触发一下而已，而非一直保持触发状态，这点要非常注意。了解以上特性后，我们就可以调整感测器放置的位置与大小，还有触发设定了。首先，我们先将感测器的厚度减少，避免厚度过厚，输送带连续生成的工件前后会互相干扰。调整完尺寸后，我们来看到下方这边可以设定关联的输送带。当讯号触发后，该输送带就会立即做出反应，而触发的讯号则是透过底下这边来的调整。这边不只能够调整讯号的种类与角位，也能设定预设的开关状态。最底下则是调整感测器的位置，我们仅需将感测器放置于 object 工件会经过的位置，与夹爪预定夹取位置的交界点即可。连接控制器。我们在操作任何手臂动作前，必须连接控制器，透过控制器来编写程式与控制手臂运动。从左上角的功能列点击 Connect， 并选择当前欲使用的手臂编号即可。新增 Tool 工具坐标。为了让模拟更贴近现实，我们可以在 Object 页签的 Add Robot Tool 功能的 Setting 中 ，Containing 透过开启档案的方式，导入真实夹爪的 3D 建模档案，并结合至手臂上，设定成为 Tool 工具，对工件做夹取的动作。本操作示范所使用的 Tool 工具图档已附件于上银官方网站的范例中。
使用者们有需求可自行前往下载。接下来，我们需要撰写一个程式来控制主输送带与副输送带还有机械手臂的同步动作，利用感测器供 True 与 False 来当做整个专案的红绿灯，让所有元件彼此紧密的互相配合。第一行，一开始我们定义了一个整数变数 a， 并给它初始值3。这个变数会在后续作为条件判断的关键，用来决定何时进行特定流程。第2到4行，接下来将3个数位输出讯号设为 false。也就是先将输出角位关闭，这通常用来确保马达、气压缸、夹爪等动力元件在程式开始时处于安全状态，避免因误启动造成危险。第5行加入一个0.1秒的短暂等待，是为了让讯号稳定。系统有机会完成初始化与同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保险手段。第6行，接着我们将机械手臂的速度倍率设定为100%，这是全速运行的意思。第7行。从这一行开始进入无限回圈，也就是这个搬运动作会一直持续重复，直到我们手动停止。第8到11行，这边先判断变数 a 是否等于3，若是则触发输送带的输出讯号，并停留3秒钟，这是用触发讯号提醒手臂执行动作。第12到19行，第2段条件判断也是 a 等于3时才执行。这段流程会开启夹爪，然后移动到初始位置 P0， 并在那里等待3秒。接着等待数位输入讯号9变为 True， 代表感测器侦测到工件已就定位或设备准备好，才会关闭夹爪的控制讯号，代表夹取完成。第20到21行，然后手臂会前往取物位置 ，P1 速度变慢到250 mm/s， 以确保精准与安全。到达之后再关闭第2组讯号，让现场的夹爪系统就绪。第22行，接下来是关键动作，呼叫 HRSIM Pick Workpiece 指令，于主输送带上夹取工件。第23到25行，夹取完成后返回原点，并前往 P2， 也就是放置的中继点。此时速度提高到1000 mph， 代表这段移动不需要精度，只求效率。
第27到28行，此时等待 DI 27期的输入为 True， 代表放置平台就绪或传送带已停止，才允许下一步动作。第29到30行，进一步移动到最终放置位置 P3， 并执行 hrsim place workpiece 指令，把刚刚夹取的工件从输送带放到目标平台上。第31行，放置完成后将夹爪关闭，表示工件已成功释放。第32到33行，此时回到 P2 和 P0 进行重置与下一循环准备，同时开启输出讯号，等待感测器确认。这段逻辑与先前取物前的验证流程相似。第34行，讯号验证完成后，将讯号关闭，代表本次流程安全结束。第38行，最后将变数 A+1 记录这个流程已完成一轮，若未做条件限制，则会持续执行下去。透过今天的教学，我们一步步完成了从场域建制、手臂与支架安装，到输送带配置与感测器设定的完整流程。不只是让您了解如何操作软体，更希望建立起您对实际应用场景的逻辑思维与整合能力。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具备一定经验的使用者，相信这段过程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启发与提升。整合自动化设备从来不是单靠硬体堆叠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精准的参数设定与合理的流程设计。本次示范的直角坐标手臂与输送系统，其实只是整体智慧制造环节的一部分。未来您可以将这些模组进一步延伸，串接视觉辨识、异常监控，甚至连接至云端进行资料分析，打造更完善的智慧产线。感谢您收看本次的教学影片，希望这段内容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处提供您的意见。我们下次见，谢谢。